This channel, a systematic teaching, enables you to put an end to suffering and reincarnation. Please find the playlist of this series in the description. Mahayana Pure Land welcomes you. 好，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一向专念往生。这是我自己亲自见到的，是美国的马玉叶老居士。那是我还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在美国留学念博士。我是在路易斯安那州读书，常常呢到隔壁的这个德州达拉斯去参加念佛共修。达拉斯净宗学会是我们师父的道场。那么在那里呢，我就认识了这位马玉叶老居士是一位老太太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是79岁97年。她往生是在1999年，她81岁。那么她自己本人这个在1978年开始接触到佛法。那么当时他还在德州的休斯顿市。那么有人呢就送给他西方三圣像给他一本《金刚经》，一本《六祖坛经》，他就开始学佛了。那么为了寻求解脱之道他速度搬家搬了好几次家去寻找理想的道场。后来在1995年听他的女儿说，达拉斯有个净宗学会专门是修念佛法门的。于是呢他就决然搬来达拉斯。从此以后专心念佛真的是放下万缘，一向专念，自己也不求人生的福报只有一个念头，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达拉斯佛教会常常举办佛期一般春季和秋季举办的是大佛期而且呢每个月都有一次24小时精进念佛。那么这位老居士都必定参加。那么念佛实在念累了他就在佛堂后面的沙发上休息达拉斯净宗学会的这个佛堂是上下2层楼的，很大原来呢是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办公楼后来是我们师父买下来的所以窗户很多，很明亮我呢很喜欢在那念佛那么马老居士呢在那里念佛，一天比一天精进这个5、6年来每天早晚都诵阿弥陀经，每天念佛最少是2往生有时甚至有10万号10万声佛号。那么虽然他身体不怎么好可是他坚持拜佛。一开始这个拜佛只能一次拜10拜，身体很不好要慢慢增加20拜、30拜，最后呢一次能拜50拜了每天分2次拜，拜足100拜这是虽然身体受着
病的煎熬，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毅力去完成啊。那么他自己这个心态啊，非常的祥和啊，从来呀不跟人谈病，从来呢不会呀显现出病苦的样子给别人看。那么他有8个女儿啊，其中3个女儿啊，到这个常常呢到达拉斯净宗学会来做义工，来护持道场啊。那么我跟这3个女儿啊也都很熟的。那么当这个老居士啊病痛的时候，他都是通过念佛来化解啊。比如说有一次啊，老居士胃痛啊，甚至啊不能够这个大小便了。那么医生啊怀疑他可能是癌症啊，但是老居士啊拒绝医疗啊，他拼命的念佛啊。这个他的2个女儿也跟着他一起，每个礼拜都有24小时的念佛啊。女儿很孝顺啊，给他念佛，给他回向啊，终于呢病情有所好转。那么认识老居士的人呢都知道这位老人家他从来不造口业，从来不讲别人的过失，除了谈佛法以外，其他这个闲话从来不讲。那么他这个一有机会必定是积功累德比如说有一次呢，他回大陆广东探亲，那么有一座桥梁损坏了，那么他回来之后就凑足了资金，给家乡建了一座桥。那么他常常在平时都喜欢跟人结缘常常做点点心结缘品送给别人。那么在这个1999年3月这个春季佛期当中他在佛期之前他就发愿说他要在佛期当中往生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样子给大家示现个好榜样那么佛期之前，他亲手编织了围巾赠送给参加佛期的这些每一个女同修大概是留给一个纪念。那么那次佛期是1999年3月21号开始悟道法师来主持佛期的。那么佛期呢，这个当时我记得是123人效法慧远大师庐山结社123人念佛。那么老菩萨念佛念到第4天也就是3月24号往生了那么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也参加佛期我这个坐在这个男众的这边的第1排所以前面呢面对的是女众那边呢举动我看得很清楚共修到第2支香我们绕佛老菩萨也跟着绕佛那么绕佛绕到最后呢这个归位那么大家都坐下来了6字转4字佛号结果呢大家都坐在那儿了，我也坐在那儿。我突然看到老菩萨呢，他
他就站起来了，啊，自己叠好毛巾，啊，摆好自己的拜垫，啊，然后起身向阿弥陀佛顶礼三拜，啊，来往外走。我在念佛的时候，我还打个妄想，我说这老菩萨去干什么呢？啊，刚刚坐下来，怎么就起来了？啊，那么也没管那么多，啊，继续念佛。结果呢，这个一直念完了，那支香念完了，啊，我们呢就这个念佛出班，啊，结果绕到后面呢，啊，因为后面都有一个沙发，老菩萨呢常常是念累了，就坐在沙发上休息，啊，结果我们绕到外面去一看，见到这位老菩萨已经坐在那儿往生了。啊，他的坐姿啊，这个很潇洒啊，这个挨在这个沙发背上，啊，这个嘴型是念这个阿字走的，身上还穿着海青，啊，这个胸前还别着他的这个名牌，啊，真的他如愿以偿啊，在佛期当中念佛往生。啊，我们大家一看，哎呀，这么殊胜的光景，啊，赶紧就组织助念。那么据他的女儿后来说，这位老菩萨呢，这个出来坐下来之后大概是有一点不舒服，他女儿给他药吃，结果吃了之后他就吐了出来。那么他女儿见到这个时候，给他擦干净这个嘴，就劝他一定要继续念佛。那么这个时候，老菩萨呢，就念佛，因为我们呢在堂内念佛，他在堂外是能听到我们念佛的声音的，维诺起腔念佛，他也跟着念，念到这个阿字，就没声音了。你看，不到2分钟念佛，他就安详往生了。那当时123人给他助念了，而且悟道法师亲自主持。那我当时呢还是个学生，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殊胜的往生场面，我是负责拿摄影机照相的，当时我也很兴奋，拍了不少的镜头，还留下了一个光碟，是这个后来有同修把它制作出来的。那么我当时记得念佛整整念了4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法喜充满，大概是这位老菩萨他念佛往生净土了，佛光铸照这个道场，人人都法喜充满，不累结果往生之后，我们都没有动他的身体，这个因为这个马居士曾经在96年就通过律师立下了一个法定遗嘱，要求什么呢？如果他身体状况不好，就要在家中或者佛堂自然死亡，不做任何抢救，而且要求12个小时到24小时不能移动身体，而且他授权家人及佛堂的人员代表他拒绝医疗行为。那么后来他又在遗嘱补充说，他发愿在达拉斯佛教会举行大佛期的时候往生。那么所以我们都遵照他的遗嘱因为在美国如果
在家里往生，必须要立刻通知警察啊，来检查，来验尸啊，否则这是属于违法的啊。那么因为有他的遗嘱，大家也心安了啊，所以呢，这个给他一直助念啊，助念了30多个小时，他的面色依然是保持非常祥和啊，好像休息，好像睡着一样啊。而且呢，30小时之后，我们才把他的身体尸体抬下去啊，从2楼抬下去，发现他全身柔软啊，而且呢，这个他的一个女儿贴着他母亲的脸跟他照了个相。相片洗出来之后，发现呢，这母女2个人的脸色相比这老居士的脸色都变成金色的像《无量寿经》阿弥陀佛48大愿里面讲的，我作佛时，十方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他的脸色是金色的所以老居士这样的表演我们当时看了非常赞叹我们师父上人开始说，达拉斯当时花了不少钱买了这个净宗学会的道场，像马老居士这一个人往生，我们这本儿就回来了要有2个我们就赚了。那他往生的秘诀，正如《无量寿经》里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专念阿弥陀佛，他不搞别的。尤其是年纪大了，更要万缘放下，专心一意的去求生净土。佛说《阿弥陀经》上面讲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直持名号，若1日，若2日，若3日，若4日，若5日，若6日，若7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一段话正好适用于这位老菩萨，他在念佛佛期当中往生。你看他用的功夫就是对阿弥陀佛本愿了解了之后他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经，听明白了，就直持名号，一向专念。在佛期当中，他念佛念得很精进我那次参加佛期，我记得他往生前一天我上楼在佛堂绕佛那是平时休息的时候不是正式这个念佛时间，我都看到他一直在绕佛见到我只是点点头，也不说话全副的精力集中在符号上所以他是若1日，若2日，若3日，若4日，第4天他往生他也念到一心不乱了这个一心不乱大概是念到功夫成片所以他坐着走很潇洒，很自在那么如果你有功夫成片，当你临终见到阿弥陀佛来迎你的时候，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
你这个功夫成片呢，就能往上提升，提升到事一心不乱。你看临命终时啊，他心不颠倒依然念着佛走的，念个阿字就走了，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是一点儿这个虚假都不会有，决定真实。阿